最惨的还不是眼前的困境，而是越来越残酷的现实让中产人正逐渐失去希望。这是近期网上流传的一句描述当前中产状况的话。曾经象征身份地位的奢侈消费品市场正在濒临崩盘，国际学校纷纷停办，种种迹象预示着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当钢琴销量断崖式下滑一度登顶热搜后，这条消息很快就被某浪第一时间熟练地和谐掉词条。然而事实就是，钢琴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惨淡时刻。以国内钢琴头部品牌珠江为例，其去年前3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滑 31.47%， 净利润更是暴跌了惊人的 93.54%， 只剩下 647.51万元，盈利能力已彻底崩盘。与此同时，作为钢琴销售终端的琴行也纷纷关闭大门。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初中国共有琴行 2.5 万家，短短1年时间，竟有将近30%的琴行倒闭停业。曾几何时，琴行还是家长们争相选择的音乐培训去处，如今却也难逃厄运。更有二手购物平台忍痛割爱，大量打折甩卖库存中的钢琴，其中不乏原价数万元的品牌钢琴，现在只要4、5千元就可带回家，有时甚至还赠送琴凳。钢琴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价格曾经飙高至极，现今却躺在尘埃里，恰如古诗所描绘的盛极必衰。上游制造商和下游销售的双重打击下，钢琴培训行业自然也难以幸免。众多培训机构因缺乏学生选择关门，其中就包括一些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一时间，整个钢琴产业链都弥漫着一片萧索寒意。本已不温不火的钢琴市场为何会突然之间集体冷却？业内人士分析，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一是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突然之间下滑，不足以支撑起昂贵的钢琴和后续教育费用；二是父母们逐渐认识到，子女学习钢琴并不能在升学就业中带来实质性帮助；三是钢琴等艺术课外特长的加分政策取消，使家长们失去让孩子学习钢琴的决心。可以说，钢琴市场的惨淡正是中产阶级消费能力下行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不仅仅是钢琴，包括腕表、汽车、红酒等在内的多个高端奢侈品细分市场，也都在近1-2年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以腕表行业为例，业内监测机构 Watch Charts 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二手名贵腕表市场价格指数已经累计下跌 13.8%， 其中劳力士、百达翡丽、爱彼这些顶级奢侈表品牌的成交量和价格都在持续走低。瑞士腕表业务曾一度仰仗中国大陆这个细分市场独占全球30%以上的销量，但贝恩咨询的最新报告显示，近2年中国大陆腕表市场已经缩水了 20%至25%， 东方富豪们再也无力操持奢华腕表的消费狂潮。曾几何时，这些奢侈品还被许多中产家庭视为成功的象征，精英阶层的标签。然而如今，昔日代表着身份和地位的消费品正一个接一个坠入尘埃，同时也在昭示着越来越多中产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的消费力衰减和身份滑落。在中产作死3件套的信息框架下，除了高消费力溢出的奢侈品市场外，另一个跟中产标签紧密绑定的领域，国际学校，也正在集体关闭退市。近期，位于深圳的新加坡因维特幼儿园突然宣布停办，让不少家长措手不及。在此之前，深圳的多所知名国际学校，如哈罗里德学校、南山中英文学校、太子湾实验部等也已相继停办。就连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的国际学校也早早结束了运营。这些国际学校纷纷倒闭的根本原因是其运营成本大幅超过了实际收入，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生源严重不足。当前中国人口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
适龄学生数量剧减，导致许多国际学校无法招满编制。而在生源减少的同时，中产家庭的消费能力也在下滑。目前中国国际学校的学费通常都是每年20-30万元，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准，这已经成为许多中产家庭的沉重负担。作死3件套中的最后一项，全职带娃，也正是摆不下、扛不起的写照。无论是奢侈品消费的寒冬，还是国际学校的关闭潮，都反映出当前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和预期的全面下挫。其实，这种下滑并非毫无预兆。从理论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压根就没有中产阶级这一说法，中产只是高素质打工人的代名词。中国中产阶级的鼎盛时期是依托房价、股市增值实现财富积累的结果。然而，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这些旧有的暴富途径已经渐渐失效。房地产市场从高点进入调整周期，股市的牛市态势也随之终结。与此同时，互联网行业迎来新一轮的寒冬。在过去10年时间里，互联网公司的高薪吸引了大批高学历人才加入，也催生了大量依靠科技红利实现阶层跃迁的中产阶级。但是在2022年开始，阿里、腾讯等多家互联网巨头相继裁员，有报道显示裁员人数超过10万。这意味着中产阶级以往通过金融资产和互联网行业实现财富快速增值的渠道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中产正在面临收入下滑、消费缩水的困境，这也导致他们过去用于显示身份地位的奢侈品消费出现断崖式下跌。曾几何时，这些奢侈品还是他们向上阶层靠拢的方式，是与成功人士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标志。但是时移境迁，昔日能够带来荣耀的金字招牌，如今成了他们背负的枷锁。在收入大幅缩水的压力下，许多中产家庭不得不卖掉手上的名表、包包，用低价转让昔日的光荣。据二手交易平台数据，高价二手奢侈品的成交速度正在不断放缓，并且价格还在持续割肉。原本数万元的包包，现在500至1000就可买走。与物质奢侈品告别的同时，更多中产家庭也在苦苦挣扎。除了国际学校停办，让原本全职带娃的家庭无处安放孩子外，越来越多中产在裁员潮中丢掉工作。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高学历、技能和阅历，在这个时代失去了意义。据相关调查，超过80%的中产家庭已经取消或推迟换房、汽车、家电等大额消费计划，食品和日用品消费也在被迫压缩。许多人不得不缩手缩脚，避免非必要开支。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不少中产家庭陷入了负债状态，依靠信用卡维持生计。在这些中产眼中，过去那些代表梦想和奋斗的消费品，如今成了伤口的延续。他们不断提醒着主人曾经的勃勃野心和高高在上的身份认同，与现实的懦弱与颓唐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撕心裂肺的反差，远比生活的拮据更令人痛苦。最令中产们绝望的是，这种局面的终结似乎遥不可及。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房价、股市、GDP 等指标全面转弱的大环境下，中产阶级财富增值和阶层晋升的机会正在一去不复返。身处其中的他们能做的，也许就是苦中作乐，学习适应新的生存状态。毕竟在这个时代，谁也说不准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在下一个裁员潮中会不会被踢出局。